大家好，我是西雅图姐姐。今天先带大家来看夏威夷欧胡岛最著名的景点之一钻石头山，然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回去的路上发现的一家日本餐馆和一家在当地著名的刨冰店。最后呢，给大家再介绍一个很受当地人欢迎的日本超市，在那儿可以买到 poke 和礼品。所以今天内容比较多，一定要看到最后哦。Uber 把我们从威基基海滩直接带到了州立公园的外边，这里有一个比较小的免费停车场，公园就在隧道的另一边，我们现在走路过去。门票一个人5块，再加税2个人总共交了11块多钱。现在是早晨10点多，今天是周六，我们发现停车位还很多，在这儿停车要10块钱。正前方的小房子就是这儿的游客中心，那里有一个洗手间，山上是没有洗手间的。这个步道建于1908年，从起点到山顶只有 0.8 英里，高度呢有560英尺。虽然距离不是很远，但它比较陡峭，后半部爬起来有点费力。但沿途可以一睹优美的海景，以及钻石头山的地质和了解军事历史。在山顶上还可看到掩体和一座建于1917年的巨大的导航灯塔。现在就随我的镜头体验一下这里的步道和风景。就到了这观景台，走了一半路，前面那个房子就是 Visitor Center 和那个 Tunnel。刚刚过完观景台，上了才发现这还有这么多台阶。这个标志建议大家往左拐走步道，可是呢，我们决定先继续爬楼梯，然后走步道下来。爬完99节台阶，以为到了，我会建议从外面那个步道上来，然后走台阶下去。又上了41阶台阶以后，发现我们进入到了一个防卫掩体里。要从这里爬出去才能到外面看风景。这里的海岸线像明信片中一样美。远处可以看到 Waikiki。就当我以为已经到顶了，拐过来发现真正的山顶还在上面，可是这几个台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山下还可以看到山顶上的防卫掩体，在这儿可以坐观光游览车回到威基基海滩，一个人12块钱。下山后12点多，发现这里的停车位还是蛮多的，估计因为是旅游淡季，旺季的时候还是要早一点来，或者像我们一样坐 Uber 过来。又步行穿过隧道，回到了刚才小的停车场。我们本来可以坐 Uber， 过完那个 Tunnel 以后，那个 Uber 价钱就很便宜，12块钱，再加小费的话也就10来块钱啊，2个人是非常合适的。可是呢，因为今天爬这个山对我们来说比较简单了，想着到这边来可以多走一走，看看沿途的风景，所以我们就决定走回去。40分钟，1.8英里。
就可以走到 Waikiki 那个海滨啊。这个trolley呢，就是12块钱一个人一张票，就是很舒服。可是我们自己走呢，路上还看到那些 chickens 和那些鸟。这一条路呢，是一直通到海滨去的，修得很平很好。这个是2号 bus。它也可以回到那个海滨啊，一张票3块钱，所以它有不同的选择。到这边来可以坐 Uber、坐 bus， 还可以坐观光旅游的那个 trolley 啊，或者是走路。所以大家呢可以自己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刚才路过这儿，看到好多人在这儿排队。刚开始没有感觉这个餐馆有什么特殊的。后来看了他们的菜单，发现他的菜真的不错，价钱也非常合理，比 Waikiki 那边的餐馆要便宜很多。而且他的顾客大部分都是亚洲人。我们点了2种鱼，青鱼和大比目鱼，总共才花了30多块钱，这在西雅图是难以想象的。这家餐馆离 Waikiki 只有1英里的路程，走路呢30分钟就到了，还是相当不错的，给大家推荐。吃完饭出来，发现旁边有人在排队买刨冰。后来发现在这排队买刨冰的全是当地的人，据他们说，这里卖的刨冰是 Waikiki 附近最好的。Looks beautiful. Thank you. 下面是炼乳和红豆，加上芒果和菠萝，是不是小的时候那个味道？好吃。回到威基基海滨以后，又在当地艺术家的摊位上买了几个手工制作的项链和耳环，作为纪念品和礼品。晚上我们又去了当地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日本超市，叫 Don Quijote。它这的 poke 品种比较多，新鲜好吃，而且价钱比较合理。我们在那儿买了它的 poke 作为晚餐。在这里还可以买到很多其他的日本制造的纪念品和礼品。我们今天在1天之内走了2万多步，享受了风景，爬了山，还品尝了当地的美食，买好了礼品，最后还看到海上日落，度过了一个充实美好的1天。好，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